眼前是一辆出了一点小事故的特斯拉 Model X， 看上去问题不大，只不过前脸被撞没了而已。和上次的 GT-R 相比，简直太简单了。所以强子看起来势在必得，但电动车和普通的烧油车还是有区别的。由于全车都是由电池驱动，而且车内还有很多自动化功能，所以一定会涉及大量的线路连接。我觉得这对于强子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，毕竟他的修车技术没那么高超。现在他正在查看车身状况，两人就像没见过世面一样，就连一个门把手都要研究半天。不过最让他们惊讶的还不是这里，而是门框上的高清摄像头，它能自动采集路上信息，对一些行为做出规避。两人推测这辆车上绝对不止一个，在其他隐藏的地方应该还有。这个功能看起来很先进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，它就像一个移动的摄像机，不断地采集你的路况和周边建筑信息。尽管目前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，但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们还是得小心一点。接着强子来到车头前面，能看出车身面板已经完全报废，而且零件也都散落出来，这些修起来倒是不困难。唯一让强子发愁的就是买原装零件，因为他听说很难从特斯拉那里买到单个零件，这会给他接下来带来一些困扰。在开始修复之前，强子要先给车子充上电，看车子还能不能发动，顺便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。这是他新买的一个充电器，原本以为直接插上就能用，但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，还要自己准备适配器才能连接。等到车子有了电之后，强子才能打开车门检查内部情况。现在好像是出了点意外，他的适配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只能插上去，但就是无法拔下来。接着他又把电源进行调整，原本绿色的灯光变成了蓝色。不知道视频前有特斯拉的车主吗？能解释一下强子这是遇到了什么情况吗？出于无奈，他只能求助手机，最后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，还真把车门打开了，而且适配器也成功取出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然后他把前面的2块电池拆下来，跑了几家汽车零件店铺，以旧换新了2个新电池。安装上去后，车子终于启动了，仪表盘已经成功显示。既然基本情况已经了解，下面强子就要把车转移到车库里。由于车头的套件被撞得扭曲了，为了避免把轮胎划破，他费力地把钣金掰直，然后回到车内倒车。这个过程就像有人在后面推着一样，发力很不均匀，总是一下一下的往前冲。应该是底盘的结构出现了扭曲，而且转向柱貌似也坏了，转弯过程非常不顺畅。这些问题让强子很头疼。这辆车不仅外观方面很破，里面也脏得不堪入目，前面的安全气囊已经爆开，面板上也堆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，可能是因为储存环境不好，加上车子当时也没有密封，经过了风吹雨打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尽管这是一辆大事故的特斯拉，但当它欧翼门打开的一刻，依然让人心动无比，就像一个飞机展开了双翼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设计确实不错。不仅如此，这辆 Model X 还有模拟赛车功能，要是开车开累了，还能停下来玩个游戏。众人娱乐一番后，强子开始了第一步工作，那就是把车内清理干净。他先割掉了残留的安全气囊，然后又拿出祖传的吸尘器，把里面的灰尘全部吸走，接着拿出下面的脚垫，把角落里也全部清扫干净。这还没完，他又拿出了抹布和清洁剂，把车内每个地方擦拭得干干净净。强子和搭档2人就这样忙活了将近1个小时，车子里面焕然一新。看来强子真是一个清洗狂魔，简直是不清理就不能修车。做完这些他还觉得不过瘾，于是就把车门都关上，用水冲洗外表。对于车尾完整的部分，他就用大水猛冲，然后再喷上一层泡沫，最后再冲洗一番。这些操作必须避开车头的电线，万一进水短路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完成后的车子，如果只从后面往前看，那就如同新车一般。现在车子已经没什么地方能清理的了，这下强子就能安心修车了。接下来他要把坏掉的部分拆除，然后总结出一个零件清单，能修的话就尽量修，实在不行就买新的。这时一旁的搭档搬来了工具箱，2人合力把剩下的半拉机盖拆掉，然后很轻松的就把破碎的塑料片拿了出来。接着他们用小扳手慢慢的把电线拧下来。可就在这时，强子不知道触碰到了什么开关，这个装置不受控制的抽搐起来，吓得他连连后退。等到线路冷静下来后，他上前查看，原来那是和空气压缩机连接的管道，断开时里面被压缩的空气全部释放，才导致管道能自己活动。这就像你把一个气球吹得很圆，然后瞬间松开了口一个道理。知道了原理后，强子不再担心，继续着他那艰难的修车之旅。他一点点的把上面的零件断开，然后一件件的掰下来，这些基本上已经报废了，没有任何的修复价值，估计卖给门口收破烂的老爷子还能多少赚一点，要是当垃圾扔了就有点可惜了。虽然强子这货修车技术不咋样，但是拆车还是有一手的。不一会儿，车上乱七八糟的东西被拆得一干二净，现在整个车子的前端已经完全没有了。此刻他也不着急修复，
而是拿起地上的零件进行分析。这辆特斯拉有2个散热片和一个巨大的风扇，这里让我很好奇，为什么电动车需要这么大的散热系统？它又不会像发动机一样产生热。评论区有没有小伙伴解释一下的？虽然地上的这些零件很有用，但最让强子震惊的还是这辆车的2个车架导轨。他说这是自己修这么多天车以来见过最厚的框架，虽然对车主来说很安全，但修复起来却很麻烦。从视频中我们可以发现，强子身前的导轨被撞弯了。你们觉得他接下来是会进行更换，还是把它拉直呢？为了给这半辆特斯拉找零件，强子又买了一辆特斯拉做工体车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的翻修之旅并不顺利。上次对车子做了初步的处理后，强子开来了那个小叉车。要是你以为他要把特斯拉转移位置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他利用叉车前面的钢条，用力地推着那个弯曲的导轨，但由于特斯拉的另一边没有受力，而且导轨非常的结实，导致整辆车不停地滑动。不过强子这么做不是为了矫正弯曲的导轨，而是只想进行简单的调整，让它不影响轮胎的运转，好方便车子的转弯。接着他让自己老丈人在一旁推车。你还别说，这个方法挺管用的。现在导轨已经和轮胎分离，可以自由转动了。解决了这个问题后，强子拿来扳手开始拆车。拧掉螺丝后，轮胎很容易就被拿下来。然后他又把一侧的翼子板取掉，暴露出了里面的线路。这里面涉及了很多东西，电线连接的很复杂，不过整体排布却非常整齐，上面还连接着不同的传感器。对没有一些电学知识的人来说，修理这辆车简直难如登天。对于强子来说，现在就修理线路还是有点早，他的当务之急是处理车子框架。这就像建造大楼一般，车架就相当于地基。好在这个车架并不是一体成型的，而是由2根方钢连接而成，这样也算留下了修理的余地。强子先从刹车盘开始下手，拧掉上面的螺丝后，很容易就拿掉了卡钳。接着再断开线路，取出刹车盘，一点一点按步骤拆卸，最终在搭档的帮助下取出了摇臂和悬挂。这些零件都取出来后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强子的作业空间一下子就宽敞了起来。接着他把方钢附近的零件都拆掉，用小切割机在薄弱处打磨，再拿着锤子用力敲击。经过将近1下午的忙活，前面的框架导轨终于取了出来。不过强子现在也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该忧愁，因为这玩意很难找到新的替代品，而且翻新的难度非常大，就算能成功，安全性也会大大降低。正当他一筹莫展时，突然想起来之前翻修的兰博基尼，那辆车也是前脸出的事故，当时为了凑齐零件，还搞来一辆工体车。那么这次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？一想到这儿，强子就不发愁了，他直接从网上低价订了一辆，并让老丈人开车拉了回来。这是一辆2016年的特斯拉 Model X， 整体车况非常不错，除了后轮没有轮胎，前保险杠有些磨损之外，其他地方也没什么大问题。也不知道是因为强子想法独特，还是外国人脑回路都这样，为什么不直接翻新这辆车呢？这样就能省下很大的麻烦。很显然，强子的搭档和我的想法一样，他对强子的做法也表示不理解。为了说服搭档，强子给出了自己的解释。他们现在正在修复的车子是2020年的新款，上面有更多的高科技，而且这辆16年的老款会稍微逊色一点，并且这辆车内部结构受损严重，虽然从外面看不出来什么，但其实底盘已经严重变形，说不定还会有其他暗变。听到强子这么说，搭档只好顺从他的想法。我们都知道强子有一个癖好，那就是开始修车之前一定会先把车子清理干净，当然这次也不例外。他还专门调制了泡沫水，把它喷在全车各处，接着拿起高压水枪一顿狂冲，还没等上面的水风干，他又给车子打上一层沐浴露，然后和搭档2人亲自上手，擦完再用水枪喷射，最后用干毛巾擦干。这些都做完之后，车子才算清理完成。我觉得强子给自己洗澡都不一定这么细致，要我说这2人别干修车了，直接开一家洗车行得了，名字我都给他们想好了，就叫哥俩洗车，到时候再让强子来点优惠，车子保证给你擦得锃光瓦亮的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强子暂时没有这个想法，他脑子里只想着怎么修车。因为确定了翻修方案，以那辆20款的特斯拉为主体，所以这辆16款的就可以随便拆，2人没有那么多顾忌，怎么方便怎么来。虽然主要用到的是这辆车的车头，但是他还是想进车内看一看。由于保存不当，用钥匙已经打不开车门了，所以强子从线路里取出一个小零件，稍加改动后再装回去，车门就成功打开了。接着他给特斯拉充上电，在等待的同时，强子的清理癖又犯了。尽管用不到这辆车内部的软装，可他还是想进行擦拭。他仔细地检查每个角落，甚至方向盘也不放过。看着这专业的手法，不知道是洗了多少车才练出来的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忙活，终于算是清理干净了。接下来为了方便对2辆车进行整合，强子要把它们放到一起，这就又要用到小叉车了。这辆16款的车没有后轮，所以强子开着叉车把车屁股翘起来，然后和开车的老丈人配合，
两人小心翼翼地把车子放在了一起。下面总算到了拆车阶段，把车子升起来后，照例是先从轮胎开始，把里面的挡泥板拆去后，考虑到后续都会转移到另一辆车上，所以强子细心地把螺丝都装了起来，避免用的时候找不到。然后就是在另一半重复相同的操作。完成后，强子又拿掉了前脸。接着再把两侧的车灯都拆掉。现在这辆16款的特斯拉前端已经完全暴露出来，里面的功能基本上还正常，尤其是最重要的传感器没有受到任何损坏，只要一通上电就能正常运转。由于左右两侧都有传感器，并且它们分别负责不同的方向，但是长相却非常相似。为了避免最后安装时两侧方向混乱，两人特地拍照记录了下来。完成这些后就继续拆车，这次可能不再大手大脚了，不然拆坏就真的没有替换零件了。在拧掉所有螺丝后，上面的保险杠和前端的固定架都被完整的取了出来。接着强子拔掉散热器的管子，倒出了里面的冷却液。现在前端拆除工作基本完成，接下来就是转移方缸的时候了。不过这里又出了点小意外，差点导致整个翻修无法进行。